我们这次来是想跟你确认一下，失踪人张强的手机是不是被你们拿走了？没有。你来看看这个啊，这个日期是张强失踪后的日期，甚至有可能已经死了。那么他怎么再有可能去发信息呢？俺知道，你们就是觉得人是俺杀的。你一定要想好了再回答，这个对你很重要。老东，我看过你的心理测试报告，我相信人不是你杀的。不过目前的状况来看，张强应该已经死亡了。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把我知道的全部都说出来，以此来洗脱自己的嫌疑，你懂吗？俺真的没杀人，没杀就是没杀。你想想啊，如果张强的死确实跟你没关系，那你有必要替真凶隐瞒吗？你们怎么不相信我呀？俺真的没杀人。好，那最后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威胁过张强，说再不还钱就要杀他？没有。您想，现在那欠钱的都跟爷似的，俺哪敢威胁爷呀？来，坐。谢谢。你说你要报案，说吧，有什么事儿？我叫李雨萍，是赵东的女朋友。这是他当年送给我的礼物。听说他被抓了，我怕他来路不明，想把它交给你。你说你从来没有威胁过张强，那派出所的笔录会是假的吗？这能说明什么呀？小东，认识这个吗？加上这个，你说法官会不会相信你杀人分赃？真的没什么要说的了？那我们就法庭上见了。俺说，俺承认，那天确实见到了张强。上午，俺给张强打电话，让他还钱。张强说当天肯定还给我。下午1点多，他给俺发了一条信息。这小子良心发现了，约咱们去拿钱。有这好事？走。怎么还不来啊？难道咱们又被这小子给忽悠了？俺们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估摸着是被他耍了，于是俺们就走了。俺一开门，门口有一个箱子，俺以为是张强把钱拿过来了，结果一打开，
所以我们看到张强是尸体。俺们把他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给拿走了。手机当时在张强尸体上吗？没有，俺们把他身上都翻遍了。当时是几点钟？张强给俺发信息是1点多，俺们在服务社又等了1个小时，回到家超不过3点。张强是下午3点发的拜年短信。如果按你所说，那个时候张强已经死了，是谁发的短信呢？真凶呗。真凶把张强给杀了，把尸体放到俺的门口，嫁祸于俺。知道俺们是见钱眼开的人，把张强身上的钱都拿走了，还不敢报警，利用俺们毁尸灭迹。毁尸灭迹，尸体藏哪儿了？江东水库。具体一点。1号桥。小王，江东水库1号桥。桥怎么会这样啊？建了一半，承包商互相扯皮，工人的工资也没结算清楚，2年前就停了。怪不得抛尸在这儿，在这儿抛尸这么容易被发现。时间过去这么久，已经没有留下丝毫的犯罪痕迹了。这又没有视频监控，为了落实证据，咱们只有对尸体进行水下打捞。这里以前是一个村子。建水库的时候，这里全被淹了，水下的水文条件非常复杂。我们会请专家来，对这里的水流进行测速。好，小波，咱们俩先对现在的情况拍个视频吧。好。下班了，小柔，你还不走啊？这案子我入的晚，我再了解一下。那我先回去了啊，拜拜，拜拜。哎呀，这高处加班，你也加班啊？这么巧？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工作之余，你跟高处可以把关系缓和缓和。赶紧走。好的，加班快乐。一点收获都没有。老
找了1周了，没发现。难道他在说谎？再问一下赵东，没找到，你很奇怪。不应该啊。哎，是你亲自把张强的尸体扔进水库的吗？俺和傻胖把尸体从箱子里搬出来，在他身上绑了一个千斤顶，确保尸体不会浮出来。这谁想的主意啊？说是傻胖，你们也不相信。是啊。马立行那边打捞尸体的结果怎么样？蛟龙水库深达100米，我们现在的潜水设备不足以下沉到那个深度，已经向北江申请了技术支持了。这个案子，就算是把尸体打捞上来，恐怕也难以认定是故意杀人罪吧？确实，直接证据没有，间接证据只能证明赵东拿了张强的个人物品。这个案子，舆论压力是越来越大。张强的家属呢，现在意见是越来越强烈，各媒体也纷纷报道，网上严惩凶手的呼声是越来越高。我知道您的顾虑，我是担心啊，怕出现类似亡者归来的错案。目前来看，赵东至少有盗窃张强个人财物的行为，盗窃罪还是能认定的。远远不够，人们关注的是杀人的事实。明白。还有第三，就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案件，他如果另有其人，那这个真凶此时此刻一定密切关注着这个案件的审理。如果他发现检察院已经认定了赵东故意杀人罪的罪名，那这个真凶很可能到法庭来旁听这次庭审。这是犯罪人在得知自己能够逃避法律制裁后的一种获胜的心理。我们可以在开庭前通过媒体报道这个案件的一个进展情况，故意透露给对方对于起诉事实的确信，然后我们再通过法院的预约旁听系统来检索每一位旁听者。凡是跟被害人张强有关系的、有交集的，那我们都可以进行调查，说不定真凶就在里面。就这3点，所以我们认为输一场没关系。小柔啊，这可是你第一次当第一公诉人。如果最终拿了一份抹去了重要事实指控的判决书，你甘心吗？这个人隐藏得很深，可以说没有露出任何马脚，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在背后关注着张强的案子。我会甘心，只要对案子好，我无所谓。这是高健给你出的主意？这是我自己的主意。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江东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本院认为，被告人赵东同他人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赵东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赵东一人犯2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9条，应当数罪并罚。本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审判长，起诉书宣读完毕。被告人赵东
刚才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与你收到的起诉书副本内容一致吗？一致。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以及认定的罪名，你有意见吗？有。俺承认，俺是拿了他的财物，但是俺没有杀他呀。肃静。公诉人，你还有没有问题要问被告人的？没有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有没有问题要对被告人发问？有。请讲。赵东，你是不是说过要杀死张强？俺是说过，那也不能证明是俺杀的呀。你和你老公吵架，你有没有说过要把他给宰了？那也不能说是你杀的吧？当天我老公有没有去找你？他打电话说找我来，可他没来。我见到他的时候是尸体。俺承认，俺把他身上的钱和首饰拿走了，但俺没杀他。你老公在外面得罪了多少人？那谁把他杀了？那谁知道？既然你发现他死了，为什么不报警，还要拿走他身上的钱？他已经死了，他欠俺的钱，那是铁定拿不回来了。俺从他身上把钱拿走，弥补一点损失，怎么了？是，俺从他身上拿了钱，那俺也不敢报警啊，俺也害怕呀。辩护人，请发表你的意见。审判长、审判员，对于被害人张强的死亡，我深表遗憾。我的当事人赵东从死者身上拿走钱财的行为的确不妥，但是如果因此就被指控为故意杀人罪，辩护人认为实属事实不清，所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我的当事人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我知道了。好，你放心。韩明，啊，他怎么去看他身上？这里面有问题啊！行了，好，我知道，放心吧。队长，查一查华正集团的老总丁红和张强3年以来所有的通信记录，还有财务往来。好，知道了。小荣，明知道会输，你怎么还那么高兴啊？这种书呢，虽败犹荣，相信高处已经有发现了。哎呀，真是不枉高处对你的一番心思啊！什么意思呀？哎，你看我这个嘴怎么就说漏了呢？明明就是想说嘛，到底什么意思呀？我听小韩说，高处前几天就知道卡洛斯这件事了，之所以没有提前回来，是想给你一次出庭的机会。高处，上面不追究了，没事了吗？还追究什么呀？还不都被那老外给冤枉了？对，高处，我们仨有个请求，能不能你请马队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们3个？我干嘛请马队吃饭？那是马队查出了行车记录仪啊，不然这事说不清楚了。是啊，谁说马队查着了？那不是马队吗？完了，我们还想蹭一顿呢。怎么叫完了？我请你们，想吃什么说。撸串，我要撸串。哎，你撸什么串？能不能挑点贵的吃？高处，我想吃火锅和麻辣烫。火锅麻辣烫不是一样，跟烧烤一样贵。那么多事儿。小柔，你想吃什么？哟，什么事这么高兴啊？凤姐，高处说要请我们吃饭。
吃饭？哎呀，这饭局恐怕要推后了，半个小时以后，会议室见。好，有任务了这是。行，赶紧准备准备。我欠着你们。在众多旁听赵东审理案的人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一直以来被忽略的人——丁红。为什么你一见到丁红就这么敏感？张强是做建筑装修工程的，丁红当初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提供建筑施工材料，这两个人有业务上的交叉。你是怀疑丁红公司和张强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以后呀，他们之间产生了经济纠纷，两个人之间出现了矛盾。循着这条线，我们让公安机关来调取了这两家企业的业务往来。果然啊，你看丁红在入主江东集团前的公司，跟张强的公司在表面上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但请注意这两家公司：兴东公司、网讯公司。这就是说，这两个单位就是丁红公司和张强公司的壳公司。没错，他们在用壳公司签合同走上。高处，为什么要用壳公司？避税啊！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如果我们顺着这条线索抓到真凶，也不枉我们故意输一场。高健，抓紧时间继续跟踪。是。怎么，听个庭审也犯法吗？不犯法。我只是好奇，日理万机的丁总为什么会这么有兴趣去法庭看一场和自己没有相关的庭审？马警官，犯罪跟每个人都相关。我接受法治教育，没必要把我请过来过堂吧？没这个意思。正常的问询嘛。我们经过调查，发现华正集团和张强的公司有经济来往。怎么？检察院诉不下来赵东，你们就怀疑我吗？没人怀疑你，请你回答我的问题。一个装修公司与我们有经济来往，这太正常不过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还听说你欠过张强的钱。这个我还真记不住了。那你好好想想，这对我们很重要。行，我想起来了就告诉你。没有进展？没有。丁红很狡猾，老马问了一天，什么也没问出来。案件久远，当初侦查的方向又不在丁红身上，所以啊，现在找起证据确实很难。是，他什么都不承认，我们也拿他没办法。这个案子，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丁红的公司跟张强的公司有业务往来。丁红是供货方，但是从我们调取的一些合同等书证材料来看，张强他有一批货是退给丁红了。可他们没有退款的记录啊。对呀。于是，丁红的公司就成了债务人，这笔金额还挺大额的。应了你之前的判断了。赵东找张强要钱，张强找丁红理论，两个人发生口角，丁红杀了张强，然后又从张强的手机里看到了赵东的信息，这样就想嫁祸给赵东。这都是你的推测，没有证据支持。按照现在的证据情况，连逮捕的标准都不够。不要这么沮丧，要知道，侦查是没有期限的。我们要建议公安部门继续的把这个案子查下去，直到查清楚为止。
不要着急。好。这是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李立明交通肇事致死案移送到本院审查起诉。这个案子，区检察院认为不是一场简单的交通肇事案，而且最后的延长期也已经快要到了。其实，本案最大的核心问题就是肇事司机是否存在杀人的故意。的确，但是整段视频存在盲区，我们看不到撞人的过程。只能看到司机下车，司机的口供里一直在强调他没有看到小女孩跑过来。而且在他压过去的那一刹那，他自己以为是在过减速带。我个人认为，单凭此次鉴定的结果，就判定嫌疑人有杀人的故意，我认为还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从撞伤到撞死，往往就是肇事者一丝的恶念和瞬间做出的错误的决定。就这样类似的交通肇事案，我办过都不止一例了。你说的也没错，单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听过这个司机报警时候的录音，那种忏悔之意跟当时紧张的程度是装不出来的。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喂，你好。朱一梦的妈妈来了，闹得很凶，请高处过去看一眼吧。好，知道了。高处，朱一梦的妈妈来了。这个案件啊，我女儿这个案件发生这么长时间了，公安人也抓了，几次三番的卡在你们检察院这儿。啊！怎么老是要退回来补充侦查？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呀？啊！您别激动啊，我先喝口水来。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检察院呢，有检察院的职责，也有我们的程序。什么程序？退回去补充侦查，并不是放了嫌疑人，而是要提取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让我们的指控能够经得住考验。这个肇事司机到底是不是凶手？以什么罪名来起诉他？我们正在研究决定，很快会有个结论。我女儿死了，已经死了。你们收了那个人什么好处啊？请您注意一下你的言辞，这里是检察院。小荣，你告诉我，如果是你女儿发生这样的意外，你能等多久？别激动，别激动，放心，我们一定讲事实，讲证据，很快会有一个结论，好吗？你少糊弄我！你们一天不起诉，我就天天来检察院。别着急呀，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公平公正的结论的。真是。行了，很正常，去现场再看看。你好，麻烦问一下，叫我吗？这平时停的车多吗？这儿多，一到下班的时候吧，这儿就跟停车场特别多。那这有一个减速带，怎么没了？拆了。拆了多久了？拆了有小半年了吧。谢谢啊。没事。哎，小柔啊，这周末没什么事儿吧？跟我去见个朋友啊。谁啊？啊，周阿姨和她儿子。你要干嘛？我不想干嘛呀，我就想让你多认识一个朋友嘛。不是说好了吗？你不逼着我找男朋友，我会自己找的。你自己找男朋友？找谁啊？找高健？我可告诉你啊，这个高健我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那你趁早给我换工作。还有那个双双，你离他远点儿。哎，他不会是存了你当他后妈的心思吧？妈，我跟高处就是普通朋友，我跟双双也是朋友，你也不用想太多。他妈妈都回来了，你就别瞎猜了。什么？他妈妈都回来了？这是要复婚啊？我怎么知道啊？这事儿跟我又没关系，你怎么那么八卦呀？这怎么是八卦呀？他要是复婚的话，你不就踏实了吗？妈，我吃不下了，你自己吃。哎，你还没吃呢。哎，你这孩子，还说不得了这。喂，高健，好消息啊！昨天晚上小韩在走访中发现了新的证据。什么证据？一家超市的监控摄像头恰好拍下了朱一梦车祸案发现场的全部过程。太好了，你赶紧把光盘送过来。马上就送过去。好。看，又被撵了，对吗？怎么样了？证据审查的怎么样了？视频上可以清晰可见，整个事故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梦突然闯出来，事故发生到车辆制动，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在这几秒钟内，车速很慢，但很显然，事故已经造成。第二个阶段，顿挫后继续前行，对受害者进行2次碾压，车速较快，但依然很平稳。第3个阶段，肇事司机下车查看情况。哎呀，满地都是血哦！哎呀，咋还还用打药？哦，这是不是可以理解？2次碾压不是司机故意的。我仔细的审看了，司机并没有要主动造成2次碾压的动作和想法。那他有反应时间吗？反应时间很短。那如果是这种判断的话，就不能确认是故意杀人。不能，还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更合理一些。那你觉得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处理呢？我有一个想法，但不知道合不合适。说。我认为在级别和管辖的规范内，不应该由我们来起诉，应该由区院来起诉办理这个案子。但是这可能会对受害人的家属造成再次的影响，他情绪波动会很大，而且区院也会认为我们在转移矛盾，可能反应跟效果会更不好。所以呢？所以我们能不能跟法院协调一下，还是由我们来起诉，他们来审理这个案子？毕竟社会关注度比较高，我们来起诉，中院来审理也是合理的。怎么了，高叔？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但你的想法很棒，给你鼓掌。哎，那你什么想法呀？我都给你鼓掌了，你还有必要知道我的想法吗？这什么情况？他这人怎么高兴还不让人痛快了？哎呦，我的天哪，都几点了还睡呀？快起来，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妈，好不容易一个周末，能不能让我睡个觉啊？今天不行，都跟人周阿姨约好了要见面的，快点的。我肚子疼，哪也不想去。我跟你说啊，今天哪儿疼都得去，给你5分钟时间，快点。妈。
喂，九千。高健，卡洛斯已经回美国了，我向你道歉。我接受。双双的事儿到现在咱们两个也没有达成共识，咱们见一面吧。好。好。老周啊，小伙子真是斯文啊，白白净净的。是我儿子能差了？哟，你看你家小柔越长越漂亮了啊！听说在检察院工作，是，真能干，活儿。你看我们这孩子见事儿就害羞，靠谱厚道，说两句就是笑着。哎，明丽，你看他俩，一个小文儿，一个小柔，一个斯文，一个温柔。哎呀，这不是天生的一对儿吗？是不是？哎，老周，哎，我正好想去买个包，你帮我挑挑，咱们逛逛去吧。好，你们好好聊。哎，对，2个小时以后我来找你啊。好了，行了。哎，老周，咱们走吧啊！你们聊着啊。多大了，还有吸管喝水啊？你是不是什么事都听你妈的呀？妈宝。那你妈跟你说我是干什么的了？检察官啊。你光知道检察官不行，咱们是相亲，你得知道我跟什么人打交道，了解我的生活呀。我呢，平常就跟杀人犯、死尸打交道。死人啊？每天都跟他们打交道。那多恶心啊！恶心什么呀？我天天在停尸房吃饭呢，要是每天不闻着这尸体的味道，我都吃不下饭。每天不看死人，我都睡不着觉。哎，高健，阿姨。谁你阿姨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啊，我有一个朋友约我这儿聊事儿。你不是来找我们家小柔的吧？不是，小柔她……那就好。哎，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小柔现在正在相亲，以后啊，离她远点儿。你会有时间吗？有啊。那这样，让他们俩先回去，我带你去停尸房。不去。走。哼，什么人呢？我可没时间陪你，我每天检察院、公安局、法院、停尸房4点一线，还有解剖室，要研究死亡原因。高健，来，把咖啡送这儿来，坐吧。
别光我一个人说呀，你也跟我说说，你都会什么呀？我会下围棋，弹钢琴。其实我最擅长的还是做家务。考虑的怎么样了？一般都不喜欢出门，都是我妈让我。对不起，左姐，我不能答应你。为什么？高倩啊，你不能那么自私，你能不能为孩子考虑考虑啊？我正是因为为孩子着想，我才不能答应你。高双需要在中国长大，可是他已经长大了，他现在正是需要到外面去吸收营养的时候。还有，他的安全问题。他的安全没有问题。怎么没问题啊？我跟踪了他3天，你都没发现。如果我是个陌生人呢？或者是你在检查工作中遇到的坏人呢？好，我向你保证，以后这种事情不会出现。好，我相信你。那双双的心理呢？他现在正在成长的关键时刻。高健，平心而论，你真的认为你跟孩子的感情那么和谐吗？什么意思？我们当然很和谐。我在他身边待了8年，单独待了8年。他在我怀里的时间要比在你怀里的时间要……不管怎么说，爸爸也代替不了妈妈。你早干嘛去了？我早干嘛去了？高健，我为什么离开你不清楚吗？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你约他来的？如果他是下属，代替不了保姆；如果他是保姆，代替不了妈妈；如果你要想让他成为孩子的后妈，高健，你得先问问我。你没看见吗？人家是来相亲的。受江东市人民检察院的指派，我们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刚才的法庭调查中，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证据。下面，我们先梳理一下不存在争议的事实。被告人李立明驾驶车牌号为江 A43532的小型汽车，在本市富民巷经过时，将被害人刮倒在地。此后，被害人又被李立明驾驶的小型汽车碾压致死。根据最新的监控视频证据显示，整个事故发生的时间只有24秒，也就是这24秒，带走了朱一梦年轻的生命，带给了他的家人无尽的悲痛。被告人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交通肇事还是故意杀人？这2个罪名在刑期上有天壤之别。究竟认定哪一个罪名，取决于那短短的24秒时间里的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为此，公诉人在一遍遍梳理本案的证据后，
认为，被告人根本没有杀害被害人的故意，理由如下：首先，富民巷路况复杂，李立明驾车经过时存在客观上的视觉盲区，并没有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发现受害人。其次，肇事车辆经过路段曾经有减速带，被告人依照驾驶经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这一辩解具有合理性。因此，本案只能认定李立明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杀人犯，他是杀人犯。肃静，请公诉人继续发言。谢谢审判长。朱一梦值得同情，她是一个无辜的少女。我相信，这令人窒息的24秒，是一个永远的遗憾。如果人心是个法庭，我也相信，你们已经完成了对李立明的道德审判。但我需要请大家注意，道德评判只是一个价值判断，并不是法律判断。而法律要确定李立明的罪名，必须依靠事实，依靠证据，而不仅仅是道德。肇事司机可能有盲区，但法律没有盲区。傅小姐，哎，你是谁呀？阿姨，我是高双的妈妈。哎，那你找我们家小楼干什么呀？妈，你先回去吧。不好意思啊，我想找你谈谈。好啊，谈什么？高姐，我现在是明华厂的污染案代理律师，我要来拿一下电子卷宗。他们正在准备呢，等会儿吧。坐。你怎么了？没怎么，一脸心事的样子。没事儿。左琴的问题解决了？就是左琴还是坚持想要回高双的抚养权。可这不符合你们当初的约定啊。高健，这个事情你可以诉诸法律解决的。左琴毕竟是高双的母亲，我不想让高双难堪。所以你打算让步？不是让步，是我知道高双也渴望母爱。找你还挺不好意思的，我想请你帮个忙。你说，如果我能帮上你，我一定帮你。我知道你跟双双关系挺好的，所以我想请你帮我劝劝双双，让她尽快能见我。这事儿毕竟属于你的家事，是不是应该跟高处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才找你的。我觉得现在高健好像更不愿意让双双见我了。不会，你想多了。高处没有安排你跟双双见面，肯定是为了要保护双双。高双同意和左琴走吗？没有，他现在对左琴还是很抗拒。但是左琴对你步步相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脾气一点都没变，对他想要的东西，永远都不会让步。而你呢，对他所有的要求和决定，永远都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和武器。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你看我的样子像笑话你吗？我想给你个建议，如果可以的话。你也知道人生只有一次，不该对自己和他人进行感情或者道德上的绑架。高双长大了，他可以自己做决定。他现在不愿跟左琴走，你偏要劝他离开，你怎么知道他去了国外，他就一定能觉得快乐呢？你应该让他自己做决定。
等他有一天愿意面对左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不要阻拦。对高双来说，就是最大的爱和尊重，你懂不懂？我理解你急于想要双双接受你的心意，可是双双她是一个内心特别敏感的孩子，你突然的出现会让她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我想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慢慢的走进她的内心，你得了解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怕什么，这些你都不知道吧？他现在都不愿意见我，我怎么走进他的内心去了解他呀？慢慢来吧，需要你给他点时间，去让他慢慢适应你的存在。谢谢你啊，我终于知道双双为什么那么喜欢你了。我们都是为了双双好嘛，谢什么呀？高双长大了，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大人可以替他决定的。我想问你，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后悔当初选择了左晴？现在说这个还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了，你明明知道当初你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如果现在带着双双回美国，对你和高健的交往并没有什么坏处啊，而且你也不用再去应付那些尴尬的相亲了。你误会了吧？我跟高处没有任何关系，他就是我的上级。你不用不好意思的，我特别了解高健，高健喜欢什么样的人，我心里很清楚。一看他对你的眼神，我就一下子明白了。没有，你肯定是看错了，误会了。妈，哎，回来了，回来了。那女的跟你说什么呀？她为什么来找你啊？她就问我关于高双的事儿。哎呦，你怎么跟这个姓高的就扯不清了呢？哎，他女儿天天的来找你，这现在前妻又来了，真是。哎，又是这个高双。我告诉你啊，以后啊，凡是跟姓高的有关系的人都不许联系。妈，人家高双还是个孩子呢，他现在需要我，怎么能这样呢？你，哎，这孩子。又吃方便面，哎呀，别吃了。哎，泡好了，对身体不好。谢谢。有什么事儿？昨天，左晴来找我了。找你干嘛？他让我跟双双说一下，跟他见个面。对不起啊，回头我找他，让他不要再打扰你。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昨天晚上双双也给我打电话了。他整个电话就说了一件事，他说他母亲给他带来了多少困惑。可是呢，我在电话中却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双双她渴望母爱。双双，天太热了，我怕你中暑。你不要再打扰我了。双双，你终于肯跟妈妈说话了。双双，我没有别的意思，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想打扰你的，我就是想送送你。你可以不用理我，你也不用跟我说话，你就让我跟着你就行啊。慢点，小心台阶儿。我快到了，你走吧。啊，这么快啊？那行，你自己回去小心点啊。
发现现在有钱人这想法真是奇怪，明明自己有一房，还非得在酒店开一房，多浪费钱呢这。要是我呀，我也这样。谁愿意在家里工作，多影响家人。哎，对了，今天晚上我约了几个朋友一块泡吧，你去不去？算了，我就不去了，你们去玩吧啊。小坡，我先回家了啊，拜拜，拜拜，路上慢点啊。怎么了？欲言又止的，有话说呀？有话你就说啊，不说我要下班了。我说，那个，我最近啊，喜欢上一个人。是吗？那你给人打电话约他吃饭啊？我不知道该怎么约，这话怎么说呀？约哪儿啊？这方面我也不行，我也不会啊。你找错人了。我没找错人，我现在一见他我就不知道怎么开口了，所以我向你请教一下。你说你再怎么着是一个检察官，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怎么什么事到自己这就麻爪呢？一见他我嘴笨啊。算了，那个不说这事儿了。哎，我有件事儿早想问你了，上次卡洛斯那件事儿是不是你帮高处找的证据？是啊，那是因为我也是检察官，我必须尽我所能的做好每一个案子，不能让工作出现任何瑕疵。有问题吗？啊，没问题。太像，你跟高处太像。像吧？啊，我师傅啊。你是？哎，那也是我师傅呀，我怎么就不像呢？小柔，你是猪脑袋呀？啊！连预约时间都会搞错，害得我这么着急。丁总，这个会议之前是取消的，这是会面用的资料。这么小的字儿，你想看瞎我呀？我还以为铁荣光手下都是什么精英呢，都是饭桶。怪不得老铁家倒台这么快呢。捡起来！小铁总，哦，铁大公子，你怎么又活了？我还以为你死在外边了呢。我回来了，看来最近混得有点惨，让你受委屈了。放心吧，我回来了，以后我罩着你。你是哪根葱啊？啊，来关心我的手下？怎么？这又从哪儿倒腾点钱，又发起来了？不要以为穿套好西装就能重返上流社会了。听见了吧？所以呢，我爸当年在世的时候啊，经常跟我说，这找老板一定要找一个有格局的人。像这位，我爸当年对于丁总的评价是格局太小，我觉得他老人家错了。丁总他哪是格局小，是根本就没有格局。没有？你笑个屁！田丽，我今天没有时间听你在这儿乱叫。王可清，
我限你5分钟之内把新的资料给我准备好，不然的话，马上给我滚蛋！对不起，丁总，小梦，她现在已经不是你们公司的人了，你无权支配她。从现在开始，小梦便是我铁力的私人秘书，待遇从优。哎呀，说大话、吹牛皮谁都会呀。孟可卿，你可想好了，是选择我们上市的大公司呢，还是选择这个落魄户？还有啊，还是个杀人犯的儿子，哼哼，别到头来工资没拿到，这位爷又失踪了。愿意吗？愿意。给我。立。给我查，看看铁力离开江东这几个月都干了些什么。是。小铁总，我知道你会回来的。我能为你做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做，回去好好休息，等我的消息。这张卡里有10万块钱，你先拿去用。不用，我能照顾好我自己。况且我也没帮到你什么呀。拿着吧，你已经帮过我了，你都忘了吧？如果不是你，我现在还窝在出租屋里醉生梦死呢。什么？你给我的那把钥匙，我回去之后拿到了我爸给我的东西。我是到了后来才明白，当初他是想让我走，想让我离开，因为只有离开了，才可能重新开始。你现在回来了，这比什么都好。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我？除了我，还有谁来接你？安全带系上。你妈妈来接过你？